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在加密的世界里边，有这样的一个项目，10年如一日的伴随着争议、嘲笑，还有即将归零的预言。结果呢，它偏偏没有死，不仅没有死，还隔三差五的回到市值前10。2017年，它甚至短暂的冲到了市值第2，搞得好像要颠覆世界一样。到了2020年的12月22号，美国 SEC 一记重拳的砸下来。价格一度暴跌70%，那会儿呢，很多人都觉得完蛋了，故事要结束了。但仅3年以后，它竟然在法律上又扳回了一场，反弹超过70%。2025年禁令解除以后呢，一度冲破了历史新高，达到了3.67美元，比2020年反弹了21倍。如今2026年，大家呢又开始炒，他要发稳定币，要做 RWA， 还要搞 DeFi。热度一下子又起来了，他是谁呢？ XRP， 一条被骂了10年的老链，他到底靠什么能够活到今天呢？今天呢，我会总结出3个他回来的理由，2个他可能真的会死掉的条件。听完呢，你会立刻明白 XRP 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牛，但它也绝对不是完全没有用的空气。我们先不聊它到底值不值钱，先把大家骂他的点讲清楚。XRP 呢被骂了10年，基本上就围绕着4件事情。骂点之一，中心化的争议。比特币呢是那种去中心化，谁也管不着的币。以太坊至少看起来是社区在推动，但 XRP 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你根本就绕不过 Ripple 这家公司。大家都应该知道孙宇晨吧？孙宇晨的起点就是 Ripple。Ripple 是怎么来的呢？是2011年3个程序员创造了 Ripple 系统，一次性的发行了1000亿枚的 XRP。注意，根本就没有挖矿，没有 ICO， 就是直接把1000亿枚的 XRP 给印出来了。后来呢，他们把800亿枚的 XRP 送给了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 Ripple Labs， 只剩下200亿留给了创始团队和早期的贡献者。所以呢，哪怕这些年 Ripple 手里实际的控制量的确在下降，但那种公司主导的印象根本就洗不掉。骂点之2是卖压的恐惧。大家最怕的不是它今天涨20%，还是说跌20%，而是那种长期的心里没有底儿。按照链上的数据去显示， XRP 的供应大约分成2大块。第一个呢是流通量，大约是657亿枚。第二部分是被锁在了智能合约里边，大概还有340亿枚。机制呢，大家也可能听说过，每个月最多释放出10亿枚，没用完呢就给锁回去。解锁的这10亿枚会被 Ripple 控制，可能会被用于生态或者说市场操作，用不完呢就会被重新锁回新的智能合约里面去。但市场真正担心的根本就不是它有没有砸，而是说这个按钮掌握在 Ripple 公司的手里边。今天它不砸，不代表明天就不会砸。你买的不只是价格的波动，你还得承受一种很难受的不确定性。未来到底哪一天会不会一下子抛出来很多，不确定，这个完全由 Ripple 说了算。所以呢，这总会让你感觉你头上悬着一把剑，你手里的币的价格可能会某一天一下子给砸穿了。骂点3呢是叙事摇摆。你会发现 Ripple 一会儿去讲跨境支付，一会儿呢又讲金融机构，到了2025年呢又开始推出自己的稳定币 RLUSD， 最近呢还在聊 NFT、DeFi 生态。很多人看着看着就会问一句， Ripple 到底想要干什么？ XRP 到底能干什么？定位呢它老是在变化，市场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很困惑，更加不买账。骂点之4是技术看起来可能是有点老。这里不是说它的技术烂，而是说如果你去对比一下币圈，你会发现太残酷太卷了。以太坊呢是智能合约的宇宙， Solana 是高性能的神话，而 XRPL 呢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把 AMM 自动做市商和更多的 DeFi 的组件慢慢给它补齐。在一个大家天天都追新追快追生态爆发的环境里边，它天然就吃亏。好的，这4个骂的点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。那么关键的问题是，他被骂了这么久，他又那么中心化，
Ripple 掌握大量的 XRP Layer 更新又这么慢，技术这么老，为什么它还能够活到今天？很多人在聊 XRP 的时候，通常会卡在一个很典型的误区：链上转账不是说很快吗？手续费也很低。你去看看 Solana， 看看以太坊的 Layer 2，再看看 Base， 听起来 XRP 所做的事情，任何其他的链都能够做。但你要知道 ，XRP 主要做的是跨境支付。跨境支付最难的地方，从来就不是链上的那几秒钟，真正难的是链下那一大坨的麻烦。全球跨境支付一年大概是1.5万亿美元的规模，但平均的手续费能到6%到8%，到账的时间通常还要3到5天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我们来打一个比方，跨境支付呢，更像是你要把一个包裹给它寄到国外。中间呢，你要经过海关、快递公司、进仓库，再去换汇柜台折腾一圈，最后呢才能送到对方的手上。所以它真正难的有2件事，第一是换汇的流动性，你在 A 国用 A 的货币，对方在 B 国要用 B 的货币，中间关键不是说能不能转，而是说有没有足够的买家卖价，能不能立刻换，尤其是一些小币种之间，直接兑换的流动性往往差得要命。价差一大，成本呢就会飞上天。第二呢是本地落地的通道，钱最后必须要落到银行的账户里边去，法币的系统、合规框架，很多地方就是贵、慢，还不太确定，所以卡的往往不是说转账，是落地。比如说2025年一些非洲汇款走廊的数据就显示，传统方式手续费依然高达8%到10%。很多的时候就卡在了最后1公里这里，所以跨境支付不是一个全球统一的问题，它更像是一条条走廊的生意，每条走廊的监管、流动性、合作伙伴都不一样。你能在美国转得很顺，不代表你能在东南亚也一样转得很顺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聊 XRP 的关键的背景，它不是在解决转账快不快，它真正想解决的是某些特定的走廊到底通不通。XRP 的确在跨境支付走廊通不通这件事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有效的办法。它能够活到今天的第一个理由就是 XRP 更像是一个国际机场的中转枢纽，很多货币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直飞的航班，或者说仅有少数的直飞的航班，也就是说 A 货币和 B 货币想要直接兑换，常常是又贵又慢，还不一定换得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XRP 提供了一种中转的路线，你先把 A 货币换成 XRP， 过桥几秒钟，再把 XRP 换成目标的 B 货币。这里面最关键的点是，你不用长期的持有 XRP， 你没有必要对它产生信仰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中间工具，一张临时的中转票，用完你就走，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。最成功的案例仍然是美国到墨西哥的汇款走廊，根据 Ripple 和第三方机构估算，ODL 也就是按需流动性，累计处理过数百亿美元级别的跨境交易。2025年持续保持着增长，在美墨的走廊里边用 XRP 做中转，据说相比传统像 Western Union 这类的汇款方式，成本能够低40%到70%。换句话说，你给家里边汇1000美元，省下来的钱可能就是一家人一顿像样的大餐。那为什么偏偏在墨西哥能够持续的跑出来呢？关键在于2点：本地的流动性够，能够换得动；监管相对友好，能够跑得通。就算稳定币越来越普及，美墨这种走廊型的市场里边 ，XRP 依然可能拥有它自己的位置。但我也必须把风险说在前面，中转路线不是白给的，它的代价就是波动风险，再加上流动性的风险。比如说2024年 XRP 就出现过0.3到0.7美元这种区间的剧烈波动，对普通人来说这个叫做过山车，但对支付的机构来讲这个叫风控的噩梦。所以这种模式想跑得久，必须要有专业的对冲和风险管理，不然呢就很容易翻车。结论就是 XRP 的逻辑从来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，它更像是在某些的特定的场景下一个能够用、能够落地的实用的折中方案。第二个能够活下来的理由是那种更底层的那种
XRP 在它自己的这条链上确实有一个结构性的角色。你可以把 XRPL 想象成是一个自带导航的交易系统。当你想把欧元资产兑换成人民币资产的时候，但发现欧元对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深度不够，换不动，价差太大的时候，系统呢就会自动给你找一条更加顺的路，比如说欧元兑换 XRP， 再兑换人民币。因为欧元兑 XRP 和 XRP 兑换人民币可能都有更好的流动性，也就是说 XRP 在这里边经常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中间的路由工具。按照 XRP Ledger 链上的数据的说法，截止2025年年底， XRPL 的日均的交易量大概稳定在200万笔左右，而且活跃的地址数也在持续的增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的交易会用到 XRP 来做中间的跳板，这个就像一个大型的交通枢纽。大部分车辆确实是直行，但总有一批车它要变道，要换方向，它就必须要经过核心的那个环岛，而 XRP 呢，它就是那个环岛。特别是随着 XRPL 上的 AMM 自动做市商这些功能逐渐完善，那么这种用 XRP 做路由的需求在技术层面还可能进一步的强化。当然呢，这里还是要把话说清楚，这个不等于 XRP 的币价一定涨，但呢，至少解释了一个关键点， XRP 不是纯空气，它在协议的层面确实承担着一个相对难以替代的技术的作用。第三个理由呢，更现实也更金融世界，路径依赖带来了沉没成本护城河。金融圈呢，很多系统你看了都想笑，界面丑，流程慢，协议老，但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句话，换系统太贵了。贵的它不只是钱，更是时间、合规、对账、风控、合作伙伴一整套的链条。XRPL 作为2012年就开始运行的一条老链，在一些机构那里边确实形成了一定的绑定效应。比如说日本的 SBI Holdings 从2017年就开始压住 XRP， 后来呢还搞了自己的交易所 SBI VC Trade， 也推出过基于 XRP 的汇款服务。到了2025年 SBI Ripple Asia 还在继续探索 XRP 的收益 RWA 的这些方向。你要再突然说我不玩了，那就等于之前搭的那些系统、流程、资源全都要推倒重来。MoneyGram 呢也是一个典型，2019年跟 Ripple 合作，2021年中间确实停过，但2024年又重新启动 ODL 测试。这个说明至少他对这种模式并没有完全死心，还愿意回来再试试。再往大了说， RippleNet 也做出了一个网络的盘子，覆盖了55个国家，300多家金融机构。就算不是每一家都用 XRP， 但这个网络本身的连接价值也不是说没就没有的。所以一旦这种沉没成本形成了，机构想换新的路线，门槛就会非常高。这里的重点是，金融世界不是 Apple Store， 它更像是机场和海关，你不需要天天升级到最先进，你最怕的是不稳定、出事故、清算对不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稳定运行比技术领先更加重要。好了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这套中转枢纽的逻辑听起来很牛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XRP 的前途就很光明呢？很遗憾，现实往往很残酷，因为它面前出现了一个几乎天生就克制它的替代品——稳定币。我先把最关键的一句话放在这儿：活下来并不代表它一定值钱，更不代表它一定会赢。尤其是在稳定币大规模普及之后， XRP 的生存空间确实被挤压的很明显。为什么稳定币这么强呢？因为它的优势太直观了，中转票的价格永远是1美元。你站在企业 CFO 的角度，你去想一想，确定性才是王道，会计好做，对冲的成本低，波动风险几乎没有。这就是他们最爱听的东西。最关键的是，2024到2025年这波稳定币的渗透速度比很多人预期的更加快。USDT 在亚洲、在拉美用的越来越普遍， USDC 在欧美的合规的地位也越来越成熟，甚至一些原本更适合 XRP 发挥的非美元走廊，现在呢也开始出现了更多的稳定币的选择。那问题是 XRP 它还剩了什么？我给你一个很冷静也很现实的答案，它剩下的可能就是一条非常窄的缝隙。在那些稳定币出入金还不顺，传统方式呢又太笨重的特定的走廊里边， XRP 这种
中转资产路线可能依然还会有人用。注意这里边的3个词儿，可能有人特定的走廊，所以不能够再幻想它今后是世界币了。XRP 更像是一个特定走廊的专家，而不是全球金融的颠覆者。当然呢，所有老的问题呢，它也依然存在，库存的压力、价格的波动、监管的不确定性，这些都是它甩也甩不掉的结构性的劣势。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，2025年 XRP 相关的 ETF 的资金流入接近10亿美元，但价格呢并没有出现对应的大幅的上涨。这至少说明一点，纯投机的推动力可能不如真实的用力来得更加硬。所以 XRP 真正证明自己最终只能靠一样东西，真实的业务增长，而且是可验证的数据。如果没有持续的增长，那么再好听的叙事那也只是一个故事。XRP 的未来呢，我现在能看到的是只有2条路，这2条路决定了它接下来继续活得挺稳，还是说慢慢的给边缘化。那么第一条路呢叫专业化生存，也就是 XRP 它不去幻想统治全世界，而在某些高价值能跑得通的支付走廊里边，持续的提供它的差异化价值。规模呢可能不算特别大，但能够稳定的增长，能够持续的产生真实的业务。这里边最关键的指标就是 ODL 的业务量能不能从现在的水平增长到明显更高的量级。Ripple 现在其实也在走另外一条双轨的策略，这反而可能会给 XRP 留出更多的空间。RLUSD 稳定币呢，负责服务美元本位的企业客户，更稳定，更好做账。XRP 呢，继续负责那些需要跨币种中转的场景，特别是非主流币种之间的桥。如果这套分工能够跑得通， XRP 就可能在细分市场里边站得更稳，像一个走廊的专家，不一定非常耀眼，但能够长期的吃到饭。第2条路呢就比较残酷了，逐渐的被边缘化。当稳定币的出入金网络越来越完善，尤其是连很多的非美元走廊也开始能够顺畅的使用稳定币的时候， XRP 作为中转资产的价值就会被进一步的挤压，空间呢会越来越小。再叠加另外一个变量，全球 CBDC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进。如果未来各国更倾向使用官方体系来做数字化的清算，那对私人数字货币的需求确实有可能下降30%、50%，甚至更多。更关键的是，如果 Ripple 自己都开始全力的去推 RLUSD 稳定币的时候，同时逐渐淡化 XRP， 那么 XRP 真的可能会变成一种历史遗留的老线路，还在那儿，但越来越不重要了。所以最后怎么判断？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看2026到2027年的业务数据。如果 ODL 使用量停滞甚至下降，那么路径2的概率就会非常高。如果它能够跑出2到3条新的成功走廊，那么就还有希望。好的，这一期呢，其实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： XRP 为什么在一直被骂的情况下还能够活到今天？答案呢很现实，它主要靠3个支撑点：特定走廊里边的中转价值，在链内的结构性作用，机构层面的沉没成本。但这些能让它活着，但不等于它就必然升值，更不等于它就一定能够赢。最后呢，我想用内克萨博的3个经典问题来重新审视 XRP。这3个问题呢，比任何价格预测都更能够告诉我们一个项目的本质。第一呢，是它降低了谁的信任成本。XRP 确实降低了跨境支付中的信任成本，汇款公司不再需要信任对方银行会准时到账，不再需要预存大量的资金在各国。但这个降低是有限的，它主要服务金融机构，而不是普通人。第二呢，它把权力从谁的手里转移到了谁的手里。这个问题很尴尬， XRP 并没有真正的转移权力，而是让权力以更高效的运作。它把权力从传统银行间的低效网络转移到了 Ripple 主导的高效网络。本质上呢，它还是机构对机构，只是换了一个更快的通道而已。第三呢，它的新规则真的比旧的更加抗脆弱性了。这个回答比较复杂。XRP 技术规则确实比 Swift 更抗脆弱性，更快、更便宜，也更加透明，但它的治理结构可能更加脆弱。Ripple 公司的决策、监管机构的态度、几个关键合作伙伴的选择，都可能对整个网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。用萨博3问来衡量 XRP 给出的答案是有东西，但不多。
它确实解决了一些真实的问题，但更像是对现有的金融体系的优化和升级，而不是权力重新的分配。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够活10几年，但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始终充满了争议。最后呢，再解释一下币价。很多人一看到 XRP 才2块多钱，而比特币呢是10万多，就会下意识的觉得，那我买点 XRP 吧，万一涨到300、500美元，那就是几十倍了。但你要注意，我们不应该只拿简单的币价去衡量。尽管 XRP 才2块多钱，但它的流通量是657亿枚。比特币虽然是10万块，但它的流通量呢才接近2000万。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单位换算，假设 XRP 的总市值不变，只是把它的流通量压缩到跟比特币差不多的2100万枚，那么 XRP 的等价单价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当前 XRP 的价格乘以607亿，再除以2100万，也就是当前价格乘以2890倍。以现在的价格大约是2块多钱来计算，它的等价单价大概是6070左右。所以这个就是重点， XRP 便宜，很多时候呢只是因为单位多，不是因为它更有上涨的空间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的内容，请点赞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